我看到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女人背对着我，女人脸上没有五官，也没有下半身。今天的故事来自网友幸福安康，讲述的是她去年在留校期间经历了多起至今无法解释的灵异事件。话不多说，咱们直接开始。去年的晴晴是一名大学新生，学校的环境很好，但她总觉得有些阴森，大概是因为听说了一些传闻，尤其是学校后面那片老旧的破房子，几乎没人会主动靠近。有次学校放假，因为学校离家太远，她就没回家，整个宿舍也就只有她一个人。那天晚上，晴晴正和丽丽、彤彤在群里闲聊，聊着聊着，话题就扯到了学校的那些传闻上。这个学校其实出了很多事，不过都被封锁起来了，尤其是后面那个破房子更邪门。一个废弃的破房子能有啥？晴晴漫不经心地答话。那是你不知道，那个房子里放着的都是那些出事学生的衣服，每次学校有人出事，那些衣物都会被送到那个土房子里。你以为是随便乱放的？房子里还有个大盒子，是专门用来镇压那些东西的。这个时候，彤彤也跳出来补充：那些晦气的东西直接烧了不就得了，干嘛要留着？不能烧。听说之前有个老师不信邪，把一个跳楼学生的衣服交给家长，让他们去殡仪馆烧了。结果当天晚上，那老师在学校里被电成了黑炭，家长回去后也掉在了房间里。晴晴瞬间感觉后背发凉，鸡皮疙瘩起了一身，可她嘴上还是不服。开什么玩笑？这世上哪有这么多封建迷信的事？你们是不是恐怖片看多了？晴晴本来还想再多扯几句，但发现手机没啥电了，也就懒得再搭理他们。等她充好电，已经是晚上11点50了。想着时间不早，就准备去洗漱台洗漱一下。就在这时，寝室的门突然啪嗒一声打开了。晴晴猛地回头，发现门外什么也没有，只是觉得有点冷。她以为是风吹的，于是草草地刷完牙，关好门，回床上躺着玩了会儿手机，没多久就睡着了。在半梦半醒间，她突然醒了过来。可奇怪的是，她心里有股强烈的窒息感袭来，身体完全动不了，就连眼皮都睁不开。她感觉到有人站在她的床边，静静地盯着她。她试图用力挣扎，可全身还是像被石头压住了一样。就在这时，画面一转，她竟然看到了自己，准确地说是另一个她。她看到一个和她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就坐在她的床上，眼神里透着一丝嘲弄，诡异地对着自己冷笑。那一刻，她不知道哪来的勇气，直接扑过去，拽着对方的头发一顿拳打脚踢。忽然，画面再次一闪，整个世界陷入黑暗。晴晴的头突然被一只冰冷的手按住，硬生生地塞进一个盒子里。她能清晰地感觉到盒子里有另一个人的鼻尖紧贴着她的脸。她猛地惊醒，发现全身已经被冷汗浸透了。她安慰自己只是做了个噩梦而已，于是又强逼自己闭上眼继续睡去。第二天早上，晴晴躺在床上，迷迷糊糊间听到有人在宿舍门外说话。她心想是不是有别的班的同学提前返校了，但转念一想，不对啊，这一层的宿舍楼就她一个留校生，怎么可能有人回来？她赶紧起身，打开门一看，外面空无一人。她心里嘀咕着是不是幻听了，正要往回走，丽丽跟彤彤就打视频过来了。还没等开口，丽丽就劈头盖脸地骂了过来：晴晴，你是不是有病？昨天晚上你来我家干嘛？害我被我妈骂了一顿。啥？我昨晚一直在宿舍呀，怎么可能去你家？你少装蒜！你昨晚来我家叫门，我妈还以为你有什么急事，结果你一声不吭就走了。你走就走吧，走了之后，你居然又叫彤彤下楼找你，害得她下楼时候扭伤了脚。你到底在搞什么鬼？晴晴还想解释一下，可丽丽根本不给机会，直接挂了视频通话。自己明明在学校，怎么就去了丽丽家？还有彤彤扭伤脚，跟她有什么关系？一时间她只觉得一头雾水，心想这期间肯定有什么误会。现在丽丽他们都在气头上，还是等他们回学校再说清楚。接着就洗漱下楼吃饭去了。吃完午饭后，晴晴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在学校里走着。由于放假的原因，整个学校显得格外的寂静。不知不觉间，她就走到了学校后面的那片土房子前。奇怪的是，还有好几个小孩子在玩耍。要知道平常这片地方都没什么人来，何况现在是放假期间，怎么会有小孩？肯定不对劲，赶紧走。就在她刚扭头的一瞬间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小男孩的声音：姐姐，你要跟我们一起玩吗？晴晴一下就呆住了，缓缓转过身来，发现身后空无一人。瞬间她只觉得头皮发麻，拼命地往学校外面跑。可跑了一半，想起手机还在充电，又折返回去宿舍。在路过一个没人的宿舍时，她不经意地朝房间里瞥了一眼，也就是这一眼让她终生难忘。宿舍里站着一个穿着红衣的女人，一动不动，就那么背对着她。晴晴的呼吸有些急促，理智告诉她不要看不要管，赶紧走。她咽了口唾沫，强迫自己挪开目光，准备直接冲到自己的宿舍。可就在这时，那个红衣女人已经站在了楼梯口。
他根本没看见他是怎么移动过来的。女人还是保持着刚刚的姿势，依旧背对着他。人在极度的恐惧之后会转化成愤怒，晴晴当即就爆了粗口：“你他是不是有病？大白天吓什么人？”话音刚落，女人缓缓地转过头。这一刻，晴晴的世界仿佛停止了。女人的脸上什么都没有，没有眼睛，没有鼻子，没有嘴巴，只有一片光秃秃的皮肤，像是一张被抹平的白纸。而她腰部以下什么都没有，就这么漂浮在半空，诡异地歪着头，仿佛在看着晴晴。晴晴的呼吸瞬间停止，寒意从脚底窜上头顶，她甚至来不及尖叫，眼前猛地一黑，直接晕了过去。等她再醒来，已经是在医院。从医生口中得知，是学校保安巡逻时看见她倒在楼梯口，就叫了救护车把她送到了医院。自从经历了这一连串的怪事，晴晴就再也不敢回学校了。出了院以后，她就办理了退学，只是在夜深人静时，偶尔想起来还是觉得有些后怕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。最后重申一遍，视频内容未经证实，仅供娱乐参考。